刚才宣布的表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动人，但是一样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怎么可以在刚才那个情感里面突然转到我们那个讨论里面呢？那么我觉得我有一个办法，是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这场论坛的主题改一下，那个名字改一下。我们本来这个题目叫自主档案的方法、视野与愿景，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为了向宣武致敬我们把这个题目正式改为爱跟爱。这是因为我们这个论坛这个环节的讨论呢，其实是关于我们自主档案的方法，就是当我们用一个独立的方法去做档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原因、我们的方法、我们的遇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爱和癌那我们很高兴请到几位非常杰出的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那么我们先请他们几位各自做一个表述一个短的表述，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自由的讨论这样子。那么我们的顺序从这边开始，每位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他们个别的案例他们相关的心得，他们遇到的问题等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先邀请西伦兄你先开始谢谢子健，也很荣幸今天可以参加 AA 这个活动那这个题目是叫我一开始收到这个题目，就是说它是讲所谓的自主档案，我就很好奇说那个自主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看了英文，它讲的是 autonomous 然后好像是一种跟机构之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一点好像不受机构管制半自主半自治的但以我自己的做档案研究的经验来讲与其说是很理想化的，好像很自治自主，不如说是好像不太被看管的，没有被照料到的，然后被一些人用一种方式慢慢的在一个地方经营起来的这是我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艺术档案研究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验那我自己比较大做过的一个东西，其实也有点像是直接刚刚讲的爱跟癌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做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就是现在因为因为那个 COVID 之后，那个时间感有点错了。2020年的这个北美馆的这个黄华成症那黄华成其实他在1996年就已经过世了那1996年的时候，我大概是20岁的大学生那黄华成他是我家族的友人那我那时候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去医院看他，然后去看他在病床上快要过世，因为癌症的关系那因为他的家人是住在日本的然后他在台湾的亲人也跟他比较没有在管他的事，因为他个性是比较独立，然后非常的自主，非常的叛逆所以他过世以后，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的档案怎么办的问题那其实没有人要收他的东西，台湾的机构对他也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那时候有一些他的周边有人就把他的档案留下来也没有特别的目的，也没有一个机构性的目标，也没有就是觉得好像应该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讲的俗气一点就是爱吧。那这个爱就延续了大概20几年以后，然后到了这个2019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北美馆突然有个契机来问说，有没有兴趣做一档黄华成的展？那黄华成的展其实大概之前不久很多年间，大概都有一些单位做过一些比较独立的小型的展览，但是要做一个在北美馆规模的展览，其实是蛮让人家不被看好的啦，我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很多人有一点看衰这件事情，因为第一，黄华成他没有留下任何实体的作品；第二，他没有任何的典藏的东西在任何的机构；第三，他已经过世很久，艺术家人已经不在了。那我们那时候做一个方法，其实就是以留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私人的档案为基础，再去扩大这样的东西。
然后尝试将这样留下来的档案的遗存物，有点像是某种档案的残骸。再加上，因为他参与非常多的印刷事业、出版事业、设计事业，然后他主要是以一种观念艺术的方式做创作，所以对他来讲，作品的实体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他的作品的概念、作品的精神、作品背后的意念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思考下，觉得说，他的档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作品本身最精要的部分，而不是像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档案是好像去说明了作品，档案去说明了艺术家。那我们常常去翻转说，没有这个在黄华城的例子里，档案可能就是艺术家他的这个概念很重要的一种体现。那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怎么样跟机构合作的问题哦。那当然中间会有很多困难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留存了一些档案，我们尝试去民间去找更多的档案，比如说以我的工作方法来讲，因为黄华城他做非常多的设计事业，他做非常多的这种广告业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非常多的去旧书店去二手书店，去图书馆去找这种以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去问他们以前有接触过黄华城的时候，黄华城做过的一些构思、构想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把它转化到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展览的脉络下。那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有点有趣，就好像是你本来有一组私人的独立的片段的档案，你怎么让这个档案扩张到一个规模以后，你如何把它转化成一种美术馆展览的语汇？那当时那个展览，假如各位去看的话，其实也是有些人会抱怨说你做这些东西，其实你把这些东西印出来就好了啦，你做一本书就好了，你不必把它的这些印刷品设计的东西摆出来啊。因为有些人还是觉得这不是作品啊，这就是档案而已啊。但我就想说，没有，就是在黄华城的例子里，就是要去翻转这个东西，就是作品的实体不见得是重要，是那些档案后面的概念才是它的创作的这个实践本身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展览结束之后，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妄称说这些东西是他的作品本身，它就是有点像是一次性的就消灭掉了。而这些档案本身，其实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它各自的机构本身，那手稿还是手稿，设计还是设计。但其实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比较后端的问题。那当这个东西做完以后，这些档案怎么办？等于是在做的过程里面，我们建立了一套。应该是现在规模比较大的，以黄华城为核心，兼顾到60年代台湾前卫艺术以及70年代设计业，以及他做实验电影，以及他做一些装置的一组核心档案。这组核心档案，有手稿，有重制品，有各式各样征集来的东西。结束之后，他回到各自的去处。但就我一个留存档案。保管这些档案的人来说，我就会有一个问题说：那这些档案以后有一个机构居住吗？有一个机构让去延伸它的生命吗？那这东西其实我对于台湾的状况，我个人今天是比较不看好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一般美术馆机构的大机构，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做立竿见影的事情，比如说。虽然北美馆我是非常感谢北美馆，因为北美馆给了我们相当大的自由度跟空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基于他们考量，他们没办法去承诺说这个东西做完，我愿意去收他的手稿，我愿意去收他的档案，我也可以理解。可是对一个长久来说，那这些东西以后怎么办？扫描吗？让它虚拟空间化吗？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有一个穷尽的极限在那里。有些东西你不去看它原本的原件，你其实是看不到里面的一些很微妙的线索。有些东西你光看扫描，你是完全看不出来它的端倪或者一些。你在做档案的时候，你会要做编码，你会要去帮他写注解，然后这些东西常常就引导了你对那些档案的阅读方式。但是其实档案你要是没有看到实体的话，很多东西的线索其实是在实体里面才会显露出来的哦。那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可惜的事情哦。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有知道这个以后的档案的去处
会有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就是北美馆来找我们做这个策展案的时候，我跟他们下了，就是有人说是说，那好啊，可是我有个条件，就是我要出一个蛮厚的图录，然后我要把大部分我觉得重要的档案尽量收在那个图录里面，因为我知道这些档案以后，假如不这样做，这些档案还是会被封起来的。那黄华成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其实可以扩展出去的方向非常多。我虽然尽可能做，可是里面会有很多东西是做个别领域的人还可以再进去延伸出来，比如说做设计的，做实验电影的，做这个现代剧场的，做这个各式各样行为的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点不计成本，就是希望他把这个书做出来一个3本1套的那这个是我可以想到目前好像就是在台湾的情况下，能够跟机构合作的时候，做一个档案类的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后端的延伸出来的。但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这是我一直在想望的那我也是希望说，台湾以后我们常常在讲说要重建台湾美术史，重建台湾艺术史那以我自己在研究另外一块摄影史来说，也说要重视台湾摄影史可是我们的机构对于这个档案，尤其是实体的档案的这种经营、存取甚至是之后做建档，并且开放给研究者去做各种独立研究的这种。开放度都是非常的，我可以就说的明白，就是蛮差的啦。就是通常他就是，就算他愿意收了某一组艺术家档案，他也是锁在他自己的一个保管处理那你要去做研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困难。那你再去实际去看到之前，你也无法知道那东西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以我接触的有一些单位来讲。他甚至会有点怕你去看档案，因为他们有些档案是人家捐给他们的，可是这个捐过去以后，他们也没有第一没有妥善保管，第二没有妥善建档，他怕你去看了以后，发现说这档案坏掉了，或者说登录的东西跟实际的东西其实落差很大。可是对我一个研究者来说，不就是正应该在我们帮你看的过程以后，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档案里面编录里面的错误疏漏。尽量让它圆满，尽量让它周全，尽量让它接近事实一点，那这个档案才有意义那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未来是怎么样思考，应该是可能不只是台湾，就是很多地方在做这样的艺术档案研究的实践者，应该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谢谢你。下一位我们请嘉纯来分享。大家好首先谢谢子健，然后也谢谢Nicole的邀请。我这边其实会从我自己我觉得比较跟独立空间有关，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自己是会碰触到档案，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我觉得会起于是一个地方的身份，就是我可能在台南长大出生，然后又在这边在台南就读跟艺术评论、艺术史这样子的就是研究所学位。那总之我觉得台南有一个就是替代空间的这种氛围，然后这个氛围是跟台北不太一样，但是晚了台北10年。那总之有一些机缘让我有机会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研究所的同学叫周文宪，那我们一起在台南就 run 了一个空间叫后空间。那也因为这个空间的契机，让我们开始去碰触所谓的独立艺术空间的历史。那也慢慢碰触了什么叫做台南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艺术社群的发展。那我觉得这当中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像是一个独立艺术空间的状态，然后也没有申请就是什么所谓的营业辅助这样，就是非常的就是靠自己的方式。那我觉得台南那时候有一个状态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对南方啊这种历史艺术历史的一个很具体的建构。
然后甚至是缺乏的，就是这几天的这个论坛其实也有谈论到，就是那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艺术空间的经营者，那所以我自己会好奇，究竟所谓的替代空间，那我们在这边要做的是哪一种替代空间？啊，所以从这个身份出发，就是加上我自己又是念艺术评论的背景，我们就跟我的同学的郑文先就另外一个伙伴就很想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就开始去这个做相关的研究。那我们就等于用自己的方法啦，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爬梳台南，从这个晚台北10年的1990，一直到2010年这段期间的这些任何的形式的艺术空间，那从里面想去探索究竟这个替代是从哪里来的？那直到现在，这个替代好像在我们做了这一轮之后，发现这个替代这一词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它有了不同的语义的转换。但那时候的确还想不到，有什么样适合的名称可以去取代它。但这一定也有讨论，就是一个artist run space， 或者是说一个独立艺术空间，也许会更中心一点。那所以在这个机缘之下，我们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也算是很独立的出版，就是在微光下从南方出发。那从这本书之后，就开始碰触到了更深入，就是里面的一些成员，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从最早的台南艺术空间，例如说最早期之一的那个边陲文化，然后我们又从这本书里面去挖掘了边陲文化是什么，然后发现其实原来台南也有这么样一群的艺术家社群的一群文化大学毕业的学生。那很多都是台南人，所以他们回到台南重新自己用自己的想法，蛮天真的，就是自己让了一个空间这样。那它变成我们的一个开始探索的一个探针的起点啊。那里面我们对他们做了，就是以后也很了解，就是做了蛮长时间的去这个里面主要核心成员艺术家李坤林，那他已经过世了。那我们发现到这个团体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所以就花了一些时间前往他的太太，就是就是他的太太，他的故居，就是去做蛮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然后采访，然后常常在他家就整理大批的照片，然后扫描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不断的采访，然后去试图去整理那些资料。那最后有一些后来反正就在这个过程蛮漫长的，但最后跟家属这边有一些沟通上的，例如说版权上的一些有一些沟通上的误解，所以我们最后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出版，那只有做一个成果报告提交给国艺会。但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也无伤大雅，就觉得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要什么，就觉得好像台南有一些事情是很慢，然后没有被发现的，一直存在在那里，所以觉得我们既然看到了，然后又这个身为研究者，好像有这样子的兴趣，还有一点点微小的热忱想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在李库林之后才发现，原来台湾曾经在台南有一群。像黄宏德这样子的前卫艺术家，他们有一个米粉俱乐部，有一群艺术家，他们会聚集在李坤林的工作室，然后常常会讨论艺术，然后很多的艺术事件就在他们的这个喝酒聊天当中就发生了。那这些事情其实是它存在，但是不被知道。那也让我们觉得好像更想去挖下去。那所以在李坤林之后，边陲文化之后，我们又就是拉到了黄宏德这一条线啊。那黄宏德就是南台湾新风格，那我们才知道 OK， 原来黄宏德他在这个他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曾经用公职人员身份在台南文化中心工作就早期的台南文化中心。那也因为台南文化中心当时的主任黄永元他的支持，所以可以让黄宏德不断的提案，所以他们在这个文化中心办了很多的当代的展览。所以那时候文化中心有点像是在台南还没有替代空间没有美术馆的时候一个当代
当代艺术，或者说南台属于台南这种当代艺术，或者是说绘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舞台，一个平台啊，一个当代艺术发生的一个场域啊，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发现到南台湾新风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又继续去挖南台湾新风格画会，然后那相较于我们早期做那个微光下从南方出发那一本书，其实是我们没有档案的那种概念，我们只是觉得有一批历史，有一批很口述的东西，然后有一批属于台南自己的这种艺术空间的发展是不同于，可能不太相同于北部的脉络，是值得被书写下来的。所以我们从微光下在南方成为在微光下从南方出发，书名都取得很长，然后就是都是以文字为主，然后图片倒是没有那么多。但一方面也是我们那时候在处理这批档案的那个经验啊等等的，并不是那么充足，所以关于图片的授权那些我们也不太了解。那时候没有一张图片是有签授权书的，但是我们就出版了。然后后来风洞那一本书，我们就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那风洞那一本书也就是已经过了，反正我们的进度也很慢，就是出得很慢这样。然后所以风洞这一本书是讨论这个南台湾新风格，那一本书就叫做《南台湾新风格的档案记录》。所以那一本没有太具体的评论，可能只有邀品华老师几个台南的研究者，然后来书写几篇文章。那其他就是也是访谈，然后把它用一个文件的方式，档案记录的方式把它出版出来啊。所以在风洞这本书就有了我们更具体的去捕捉到我们所要做的那种所谓的档案是什么。然后也试图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建构台南的一种档案的这个脉络。那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只是为了有趣，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觉得这些资料其实很珍贵很需要被看到，所以就做了。但是我没有想过会有人会去重视，或者是说他会被看到，或是他会如何被发酵。那有趣的是，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慢慢的，它的确在发酵。就是这几年，不管是南美馆，或者是有一些就像 AA 找到编曲文化这样子，我发现我们做的事情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被看见，然后它进到了被美术馆的展览里面去论述。但是这有一点又让我觉得很矛盾、很冲突的地方，就是这批档案好像在我们去跟这些成员对话的时候，那个状态是最鲜活的，就是在那些档案被呈现在我面前，然后没有被我们分类归档之前，它很鲜活。但是就是当我进到美术馆看到它变成一个重要文献，已经被列入一个历史的重要档案之后，我发现它就可能谈论档案也很常讲，就是说它好像一个就死掉了，就像一个尸体一样，就躺在那里，就失去了某种活力。所以就会想，那这批档案它究竟是它要怎么被很灵活的被活化被去使用呢？对，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这几天参加下来的一个想法，这样。对，我时间差不多了，对。谢谢。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点。这个好说的。那我们把握时间，请燕池来发言。好，那首先感谢 AAA 这边子健跟 Nico 的邀请，然后另外我也想要再感谢就是主为工作室的创办人肖老师，就是因为呢他对于艺术行政并不会就是只是作为服务艺术家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在这个主为工作室的空间当中有机会平等的跟艺术家对话，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就是以艺术行政的角度，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所代表的空间是主为工作室，那虽然我现在是主为创意国际有限公司的一个负责
那但是呢，就是我自己是从2013年加入竹围工作室，那在里面其实待了快10年左右。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是肖老师决定要将竹围工作室这个空间，就是画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但是呢，就是在隔年肖老师的就因为生病的关系，那离开。那当我们就是团队就是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蛮很错愕，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走到下一步。就虽然我们知道说肖老师他有意将工作室结束，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让工作室这样子画上一个句点？然后包括说肖老师他在生前所启动的竹围档案的整理的计划，这些到底要如何进行？我们其实都蛮彷徨的。然后包括说我们所租用的空间到底能够让我们延续使用多久？那后来我们在一个很仓促的时间内，就是必须要赶快将手上的档案，然后去快速的做出一些筛选，然后让一些东西就是要带离那个空间。那当然，过去大家所认知的一些竹围的印象，可能就会必须被留在现场，像是大家有印象王德宇老师的椅子，然后或者是吴一坚老师的文件广场，就是这些空间，它过去被认知为是竹围的一部分，可是并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它都成为能够被移动的档案。那后来呢，就是在那刚才呢，就是前面2位讲者，一位讲的是艺术家，那一位谈到的是艺术空间和社群。那我们竹围工作室的档案要处理的是3个层面，就是从肖老师本身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那在肖老师过世之后，他的家属将肖老师从1976年到1995年创立工作室之前的这些档案，然后以及1995年到2021年的这段时间的档案，都交给竹围创意来做整理。也就是说，我们同步要去从肖老师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然后以及他的这些创作的历程，然后如何带他成为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的艺术思维，然后到他的性格如何影响到竹围工作室他多元发展的这些专案项目，我们要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去把它整理出来。那我想就是竹围档案它的一个经验特殊性是在于说，因为有家属的支持，所以让我们可以在2021年实体空间结束之后，还有机会用竹围创意这样的角度，从有一半的内部者的观点，就是虽然现在的成员有很多都已经不是竹围过去的成员，但是他们可能过去或多或少跟竹围有所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有点半内部，但是又不是那么就是完全 focus 像以前在竹围运作很多艺术进驻专案、社区专案等等的一个介于中介者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回看竹围工作室过去26年来的这个历史。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同时也非常的焦虑，就像刚才世伦所提到的，目前的艺术机构来说，他们对于收存档案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那包括说，就是我们自己所面临到的一个现实条件的限制，就是在于说，家属他可以支持我们的时间点是到2026年底。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档案要去哪里？我们在这段从2022年到现在，我们致力于就是去整理，让这个肖老师的档案，然后树莓坑系的档案、竹围的档案，可以有长出自己的一个全宗架构的一个树状图。我们用档案学的方法，试着去包括列出这些档案的清单，然后去理解过去竹围它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如何与肖老师他个人的价值信念，还有竹围它这个空间的价值互相呼应。那我们试图去整理这个东西，然后想要让它可以去降低未来被收存或者是被理解的一个门槛。因为我们自己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其实都已经有点不太容易，甚至是说，当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回去看，或者是第2次、第3次，我们每一次回去看同样的档案，它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启发。然后甚至呢，就是我们到现在再回头去看我们第1年所列出来的这些清单，都还会发现一些新的启示。所以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个可以接手档案的空间的话，这批就是
横跨26年，然后而且跟台湾的艺文发展、艺文政策有关的这批生态，可能就会被销毁。那被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追着跑，其实也是有一点紧张。对，就是我个人来说，就是我并不太希望说，就是肖老师所留下来这些很重要的艺术资产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留在台湾，然后而且甚至他也没有办法被进一步的公开研究。那其实肖老师他在2020年的时候想要去公开这批资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是说，他希望就是竹围工作室营运一个艺术空间的这些经验，包括说他跟不同的政府单位、不同的专业人士所累积了下来这些跨域合作的经验，它可以成为下一个世代的就是一个知识资产。然后，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公共财，然后作为下一个世代的参考。因为就像大家知道，肖老师他一直都很重视，艺文下一个世代的这些艺文工作者，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很辛苦的艺文生态下站稳脚跟，这是肖老师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的。那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包括说整理档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多一点对于公共性的顾虑，或者是多一点关于社群讨论，对这些方法的开放性的一个思考，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一个过程。但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竹围本身的档案数量相当庞大，那光就是数媒科技，我们跟 AAA 这边合作的，就是顺利被数位化的部分就有700笔。那以竹围，就是以肖老师来说呢，他自己留下来大概是15000多笔的实体文献，然后不包含数位的资料。那这边是只有肖老师的部分，还不包括竹围工作室，就是从1995年以来所发展的不同专案，然后还有不同的驻地创作等等，所累积下来的档案数量。所以确实这个档案数量是有一点庞杂，但是我们试着就是透过我们作为内部观点的一个角度去提供说，希望让大家，包括说如果有外部的研究者在开始要去着手处理或理解这批档案的时候，它有一个先初步的 map， 它可以先有一个初步的脉络，包括说我们在做数媒科技档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去保留在这些社群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去有这些对话，然后经验的跟这个脉络的过程。就是一件事件，就是数媒科技环境处理，它是一个社群参与式的一个作品。那甚至说，即使到现在，它已经有部分的档案开始被数位化，进到典藏的一个规划了。但是呢，其实，在竹围社区还有很多跟数媒科技有关的事情，甚至还有新的展览在发生。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档案，难道就让它进到美术馆，然后就直接就是变成是一个静态的化了吗？的一个档案，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社群的参与的过程。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档案化的过程当中去保留这种很动态的脉络，然后动态一个历史关系，这个是我们在尝试的。对，然后我好像不好意思讲太久了，对，好，那先 pass 给下一个。好，谢谢李燕子，一哲，请你。好，大家好，然后谢谢Nicole跟子健的邀请。那我这边要分享的是说，大概10年前开始，我还在念艺术大学的时候，我先后经历了2个不同的艺术空间。那一个是在淡水的18巷5号，然后那个空间是一个政府的闲置空间在活化，所以我大概在那边待了3年的时间之后，我就跟另外一群朋友搬到了现在的工作室。那它是一个共同工作室，就我们好几个艺术家一起享用那个空间。然后它比较像是一个私人的聚会所，就它平常其实是没有在对外开放或者做展览的活动。那刚开始要去想象这些空间要做什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想了一个计划是，叫做台湾艺术空间访查计划。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读到了一个陈豪毅写的一篇关于艺术空间结束的文章。那我开始很好奇说，现在跟过去有哪些艺术空间曾经存在过？那所以我后来就是只要每到一个城市，主要是以台湾的西半部为主，我就开始去主动的去拜访这些还存在的，甚至比如说那时候去台南，然后去后空间的时候，那个杨家璇也介绍我们去找林煌迪，然后我就跟他一直认识到现在。那所以我觉得那个计划其实开展出一些缘分，就是说我除了去整理我自己的空间的档案之外，
我也参与了好几个其他艺术空间的计划，比如说像叶玉君的 Insta42，然后林煌迪的文贤油漆行，然后比如说近年就是跟陈考才的酸屋，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相比独立的艺术空间，其实他们更像是艺术家利用自己的自家或者是工作室，然后把它开放出来，邀请众人，然后来一起执行一些艺术的创作或是计划。然后其实这里面是混杂着艺术家的生活跟艺术事件在同时的发生，所以我每次就是在这么长年的时间跟他们相处之下，就是我会帮他们每个人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有各种东西，就是从车票啊，可能到一个照片的记录啊，然后也会有别人提供给我，可能是一个吃饭的收据啊等等的，然后我就一本一本的一直把它整理起来。那我现在姑且是把这样的空间称为非重性空间，就是说我觉得它跟我们去面对一个展览空间的时候，我们要去阅读一个展览空间，其实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那其实我一直储存这些档案，到我真的开始去整理的时候，其实已经经历过了7、8年的时间。那是因为我开始有意识要去整理，是因为我在19年的时候，我参与了一个建筑师所领导的一个研究计划。那它其实是关于一个在台北市的一个伟人的故居，叫俞大伟先生的故居。那他其实是1950年代的国防部部长。那他有个弟弟是俞大纲先生。那俞大纲先生其实是6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文人的导师。那其实是在这个历史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才很明确的了解到挖掘历史的一个乐趣，或者说透过自己的手，然后来建构对历史的理解。然后所以我才回过头来去想说，我一开始发想的这个访查计划，它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有一个更多样的产出？那一开始想象可能是一个出版品或是一个资料库，可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个体的工作者，所以其实我不太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大的计划。那也蛮巧合的是说，在同一年那时候酸屋的陈考哉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做了一个出版的计划。那个出版的计划是我们带着酸屋的纪录片去台湾西半部的6个空间。然后做放映，然后放映完之后，我们跟那个空间的主事者去做一个对话，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对话的过程，然后编辑成了一本大概80页左右的一本小杂志，有点像是一个独立出版。所以我觉得那个计划其实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说，或者是他协助了我去建立一个工作的方法，我想要生产出什么样的资料，所以接下来这样的计划会是我们每一年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一方面透过跟酸屋的合作，我们在挖掘或是找出那些酸屋过去可能比较不为人知的资料，比如说大量的行为影像的动态的记录，然后我们透过办展览，透过出版实体的刊物，然后透过借由实体的交流这件事情，重新的去把我们自己过去所累积的一些经验再去回看跟对话。然后最后我想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说，我觉得这个回访跟这个长期的追踪，它一直以来带给我的，就是说我会看到很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过去也有其他的艺术家做过，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可能是社会环境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艺文环境的改变，比如说艺术的职业化的改变，然后艺文资源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我同时也看到了一种艺术更多元的面貌。尤其因为我虽然一直都在台北，可是其实我也一直在台湾的各地去跑动，去看每个地区的艺文工作者他们的生活跟生存的现况。所以我觉得，独立的艺术空间某方面它应该是更具有一种包容或是互助的精神。然后在这样的精神里面，我们把原本我们很模糊的一种美学的想象。然后试着透过这样的一种实体空间，它不断的去做碰撞或是测试。谢谢你意见。最后请俊宏松。好，那
谢谢前面几位讲者跟那个子健哦。那我这边其实有列了5点来做回应的哦。其实我自己因为有空间营运者，有那个影像研究者，有替代空间的这个整理者哦，所以我会用创作者的角度哦来回应子健所提的哦关于档案的问题以及档案跟机构的问题哦。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刚刚那个燕慈有提到那个主会工作室哦，刚好我们上个礼拜我在高师的课刚好就是放主会工作室哦，因为那个国美馆我们参与的那个资深艺术家的那个纪录片哦，去年刚出来啊，那其中一个就是萧丽红老师啦哦，所以其实是记忆犹新哦。那我自己是2008年，也是感谢萧丽红老师哦，因为他完全没有收任何租金，他让你去那边做发表。那当时我是因为就是做一个在反台北花博的一个计划，叫做反文化局，然后，所以那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就是说如果主委工作室还要再拿经费的话，可能会有点尴尬。可是萧丽华老师他还是完全自主哦，所以我们在那边办了很多，其实是在讨论像礼用品啊，或者说像当时发生的那个透过花博进行文化治理的问题哦，那我觉得是记忆犹新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回到那个档案的这个问题哦，因为我觉得刚好刚刚一来在看到那个就是校庆的表演哦，然后就跳到我们这边哦。我觉得这个从一个比较前卫艺术的场景跳到档案的讨论，好像是这20-30年来台湾的缩影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仔细回想，就是说，档案这2个字到底什么时候在台湾的所谓的当代艺术圈讨论哦？我认为现代艺术其实比较少在提，特别有这个archive这个精神哦。可是我印象中应该是10年前或10几年前，在北美馆开始有一个叫，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应该是现代美术还是什么，有关于档案的转向哦。当然孔卓君他们在南艺当时的 ACT 也做了不少关于就是档案转向的这个问题哦。那我觉得那个背后还有一个结构是说，前卫艺术的转到一种比较田野型的创作，那这个势必是需要档案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前卫艺术它是直觉的，可是档案是非常不直觉的，它是必须要研究过哦。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有趣，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它。虽然我只能先抛出问题，但是我觉得它是当代创作里面转向一种，就好像是日本哲学家东浩纪在讲的那个资料库的创作哦，资料库动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分别，它也许在西元2000年前后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艺术史的学者来做勘定哦。但是前卫并不会死亡啊，就譬如说刚刚我们在看那个表演，依然会觉得震撼哦。那第3个是关于档案这2个字哦，其实子健在传给我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因为这个想了很久，有在想说，到底这10年来，台湾在谈什么？档案这2个字到底谈出了什么？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档案其实在当时的讲法，确实是一种，我们如果区分2种档案，一种叫开放性，那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说树叶是不是一个档案？应该是吧，因为它记录了一些事情。石头是不是一个档案？它记录了地球的某些东西，对不对？那开放性的档案，我觉得是所有创作者几乎都在做的事情哦。但是相对不是那么开放的档案，就是说我当然并没有讲封闭啊，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具有开放性的档案，就是被写下来的档案。
哦，譬如说，当然被写下来的是有能力写的人，像我自己研究很多的是日本总督府的档案或者说现在国家的这种美术馆的档案，它当然也是经过挑选的那这些背后都有一种不一而足的权力的关系我觉得有这两种档案是我刚刚在想，就是来这边的时候在想说，到底我们要谈哪种档案那显然应该是谈后者就是说被写下来的档案以及被选择保留的档案那就切到我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可能稍微提一下这十年来，当然我到高雄工作就中断了在前面的大概7、8年在做北台湾的原住民跟泰雅族的研究其实那个是真的是一个进入完全的一个档案的一个研究然后我们把就是总督府的文献全部翻成Word 档当然那时候就是找一些研究生一起做，好像现在在场还有一些也在大概把整个北台湾的大爆射事件的资料全部变成是可以阅读的状态，也可以搜寻的状态那接下来就是去进行这个比较是转型正义的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当时日本殖民者的档案，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是逆写档案的这个问题，就是逆过来。我们跟族人一起合作，然后其实我们去山里面踏查，大概应该有200多次吧。每一次的踏查，我觉得都在产生一个新的档案，这个是逆写。后来当然也出版我们自己的书，属于我们自己的书，跟族人一起合作，甚至昨天那个圆明台电影跟纪录片在这个礼拜都上了就是有族人拍摄的影片所以这个是一个重新反过来的一个，就是当时在看很多日本文献的时候，觉得会有一种罪恶感，就是确实是蛮不对劲的可是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一个创作者来讲，应该我比较想的是怎么样再档案化的问题，也就是说，透过一个也许是殖民的档案，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产生一个比较想要做的是逆过来的这个运动那这个是当然这个到这后来到高雄工作之后，就开始研究土匪的事包含阿公店青庄等等的，那个也都是比较台湾本身的档案，想要反过来逆写好，那这个是第四个关于再档案化，因为我觉得再档案化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创作者怎么样去思考关于比较是非开放性、比较封闭性的这种档案的一个可能性那第5个子健提到的一个创作个人跟机构之间的问题包含说跟档案的问题我是去年刚好参加那个蔡明亮的舞台剧所以去了一趟香港应该也是个人此生最后一次去了，因为去必须要把脸书的资料全部删除掉。然后我们的剧团是有人被检查了，检查他应该10年前发文参加雨伞革命的文转贴而已就被 censorship， 所以我们有些人就没去那去了以后，当然我那时候也因为趁空档就到了 AAA 去了一趟去看，其实相当有趣，因为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是那个印度的团体 Rocks Media， 他们正在做对话，然后我也在那边转那个就是图书馆的那个，然后看到很多就是台湾早期的
前卫艺术的档案都在那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那对于机构，我觉得个人跟机构之间，对于创作者来讲，这确实是需要机构哦。机构负责提供档案，机构负责典藏档案，这个都没有错。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或许会用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角度来谈个人跟机构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机构化。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创作者，当然对外部的机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的那个也许要有另外一个 panel， 就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来谈，才更谈得出东西可是如果是说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实我觉得当代创作某一方面是花很多时间在自我档案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自我档案化，甚至它好像变成一个就是说没有展览的作品，其实是一个整个人的一生的创作的形构都集中在那边。那我觉得譬如说在高雄的前卫艺术创作者刘秋儿就是很好的例子啊，因为你如果去到他前镇的工作室他连他以前豆皮是经营了大概10几年，他连豆皮每一年的做账2个账册一个是假账，一个是真的都留下来。那这简直是我觉得是一种新的精神所以这个也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那我希望各位，我们接下来进行讨论的阶段我希望你们各位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看看有什么回应的，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同时呢，我也提2个问题呢，作为一个思考点这2个问题其实你们分别都多多少少提到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档案的使用或者启用的多元化的一些方法，或者是非传统的富有创意的做法。比如说谢德松，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做那个王华成的展览的时候，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出一本书为什么不这样？然后一直你的做档案的方法，我都觉得非常有个人的风格，还有就是抱有一种不一样的美学和理想在里面。那就像就请你给我们说几句，这个是第一点包括嘉纯你刚才说的，本来可能那个出发点是属于一个很鲜活的，你在前辈的家里看到那个档案的样子，跟他后来在美术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涉及到这个档案的启用和使用的方法，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在里面另外一点就是刚才那个高俊宏老师有提到的，就是关于机构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这么关注这个问题呢？那当然是因为我在一个档案机构里面工作了。那么我们是非常觉得档案工作是有不同的层次进行的个人的、民间的或者像我们这样的独立机构或者到政府或者到大型美术馆，其实它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有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其实在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工作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收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多艺术家甚至乎文化工作者会来跟我们说我很想做自我的档案，但是我该怎么做呢？就好像说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一样，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但是我们的确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机遇，比如说数码化的需要机器的档案应该是怎么去放是最安全的，比如说conservation 的保养上的一些东西，这些技术上是没有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机构，我们要提供这个的确是比较专业化的事情我们可以提供。那么这样的支持或者说其他各方面的支持，你们对于在你们的工作里面，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期待，或者有个想象，或者有个建议会有怎么样的支持对你们来说，对你们的工作会有帮助我的问题很多，我们不一定要全部谈完但是可以自由发言也是这样，先请谢德松。好，
谢谢子健哦。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说，以我自己工作的经验来讲，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那样的一个策略来让档案在美术馆里面用那样的形式？其实那个部分，我们跟北美馆还有相关的参与者讨论过非常多。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种方案哦，最后，假如各位有看那个展，那个就是最后我们觉得唯一妥善的方式。其实比较方便的方式，或者说比较当代的方式哦，但对我来说那个不是适合的方式，就是找一些所谓的当代的艺术家哦，然后去看黄华城的档案，然后把他的档案做成某一个performing the archive， 把这个档案转化成他们的作品哦，不管是用他们的身体，或者是用他们重新拍摄的录像哦，或者重新做2次式的创作哦。但是这个说起来蛮复杂的哦，但是有很多层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就是尊重这个我做的这个黄华城这个人哦，他的一个精神，因为他这个人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个性很坏，不跟人家合作。然后我整理他的笔记，包括他1996年快要过世的时候，那个家人要安慰他，给他一个笔记本。那笔记本它里面就是在做某一种拒绝自我档案化的自我档案化。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里面会巨细靡遗讲说我什么东西在哪里，我希望这东西怎么做。可是他写的方式又是完全没有条理，完全又想要马上把自己的逻辑破坏掉。那里面只有一个唯一的条理，就是他想要再办一次他60年代办过的大台北画派的这个展览，作为他的告别式的一部分。就是说他要办一个有点像他的生命作品，但是要用告别式的方式，而且他指明要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办，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北美馆就不会理他了，就是他甚至他的好朋友。他很多艺术家好朋友，可是也都是跟他吵过架，有些是跟他打过官司的。然后，可是呢，最后他快要过世，大家又陪到他旁边啊，你想要怎样？然后他们一起写了一个案子，里面有什么5月画蜚、东方画会然后也有这个时报出版的高铁出版，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里面还有大陆工程的殷琦女士，都是一些很有力量的人哦。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北美馆说，我今天开了你这个例子，我以后怎么办？大家都要在我这里办一个告别式展览，我不就完蛋了？所以当他的这个展览，他1996年过世以后，他在这个2020年我们要重做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看他的这个在冰条上写的这个日记，然后他会认为说他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档案本身就是他的一个精神的体现。那这样的一个体现在说，这样的一个档案，假如它能够用某一种形式陈列出它的概念的话，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作品最好的表述。然后另外一个经验是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型美术馆、小型博物馆哦，小型的这种非常 local， 可能是地方 council 的这种。museum 有的甚至连 museum 都说不上，它可能只是一个 reading room， 然后他们常常会办某一个人的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展览，然后其实他就是把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史的各种微小的，可以说是他的这种残骸式的这种档案陈列给你看，然后他不会给你那种方便式的阅读或者简易式的录，他就是要你要看5分钟也可以，你要看3小时也可以。那我们那时候跟北美馆说，问我们居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可以尝试看看？虽然过去在北美馆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他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的一个特色，加上他做的很多事情是跟台湾的媒体产业息息相关。60年代拍实验电影，60年代后期想要做电影业失败，70年代开始大量做设计，然后80年代进入广告业，那其实也是毁誉参半哦。但是它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机器复制式的这种 reproduction 的这种东西，不管是出版品，不管是影片甚或是这种
它的各种的东西都是以一个复制式的，可以重复被使用，并且有可能被消灭、销毁、消失的一个状况做出发点，而且在它最后的档案里面也是不断的强调这种东西哦。所以我们那时候作为方案就是如何让这样的一个档案在现场有一种残缺挫败感，但是又有一点像是一个墓碑的这种感觉哦。所以我们最后现场里面唯一一个比较是当代艺术家就是苏玉贤他拍的这个以黄阿成以前写的一个剧本《先知未来本》。做了一个作品哦，就叫这个先知，然后那个作品我们使用它，而且我们使用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创作过程里面，他找了这个剧当年在60年代的实际的2个演出者，就是庄林跟刘延商2位这个老先生他们现在的老先生老太太，当年他们年轻的时候演这个戏，等于他们的肉身经过了这个。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一个肉身，重新去讲60年代的语言，让60年代的这个档案式的语言重新在肉身的方式呈现，然后在这样现场用一种比较有幽灵感的方式去呈现。所以，然后我们在做书的时候，我们就很坚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书里不要放任何展场的照片。书是书，展览是展览，虽然书本身是叫做展览图录。可是书你完全是可以在没有这个展览状况下，你也可以独立阅读，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展览就是一次性的，它就是要做一个90年代黄阿成生前最后想要做的一个大达尔画派的告别展，这种一次式的告别式的延迟式的呈现哦，有点像是现代的延迟，然后现代的一个一个。前位者他过世，然后我们在20年后重新去测量他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时差在里面，有一个关于档案的时差，以及这个时差重新呈现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思考法，这样。好，那回答子健的某一题，太多题。就是可能比较讲到，就是说，档案它在后来进到美术馆，好像就变得比较僵硬的状态。我其实这几天也在思考，就是也有就是参与的人有提问到，就是说要如何去如果像是研究员要如何去针对一手的针对这种只有在文献上或者这种照片，然后来很贴近的去接近这个档案。然后也有学者回答到说，这是跟人群有关的事情，跟人有关的事情。那我觉得的确跟人这件事情很有关，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在做档案这件事情，它好像是一个开放式的，那个诠释是开放的，就是我们无法掌握到，当我们做完之后，这个档案会被如何的去再次被利用，这个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但是好像这些都乐于去见到，就是像南唐新风格也好，或者是这个边陲文化也好，其实他们。自己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们的档案，他们的这个过去曾经做的事情，再次被讨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其实很开心。但是就是站在研究者的立场呢，就觉得很矛盾，就是说是谁有立场来研究这批资料？那是谁有立场来做这个诠释？包括就我最近因为接到我们原本想要做原型艺术这个空间，但是他们其实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想要自己保留，那所以我最近可以接触，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做，然后委托找我们来一起讨论他们这批档案，对。那另外是我觉得，所以就觉得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就是说档案它的怎么样去再被活化或是再利用。那我刚刚也是想到就是洪阿成的例子，就是因为苏玉贤在以艺术家的角度，然后去重新去跟研究者不一样，他用创作的方式去重新诠释、重新转译了洪阿成这批档案，所以这个档案就活了起来，而且它被赋予了第二次的这种话语的不同的语境这样。那我不晓得就是在我不晓得在研究者身上好像会变成他会被我们收编成我们的自己的知识，但是在创作者身上，我觉得一方面好像他会让这个可能黄阿成会觉得看到的，也许我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因为但是又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很那个边界很矛盾啊，就是我不确定黄华成他乐不乐于自己的作品被另外一个现在这个时空的艺术家重新去再讲一次，那或者是他其实是很开心有人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苏玉璇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有这种两面的挣扎。对，简单的分享。那我这边在就是开始分享有关档案的使用方法跟启用多元化方法之前，我想要先提的是档案本身的限制。就是其实就像刚才在讲到的，就是在空间的搬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档案化它的。比如说，就是去过竹围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我们有很多宠物，就是有宠物猫、宠物狗等等的，然后这些都是艺术行政或艺术家，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元素。但是空间结束，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就有一些可能就是他们必须要从那个空间离开，然后或者是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在整理这样的过程当中，是艺术家透过影像的方法去把这些动物他们在园区当中的生活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就是对于这样子没有办法被档案化的东西，那我们试着去做一个保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我们自己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比较有机的策略去发展出不同的保存。比如说像在我们开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之前，就是我跟维基百科、维基社群合作，然后让他们就是我们提供去部分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协助撰写肖老师的维基百科。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开平台或技术，就是可以让肖老师的资料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而且它是容易被搜寻到的。所以这也是跟维基社群的其中一个合作成果。那再来就是新乐园这边，我们当时候也是受到阳明的邀请，让他们针对就是档案的这一个主题，然后去采访不同的空间。那主位工作室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当时候由新乐园他们所拍摄肖老师留下他对于档案的一些想象跟一些期待，其实也是我们后来包括说这段时间以来在做档案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方针。对，所以就是单从这几个面向，就是我们是透过比较有机的策略去向外合作。那回到竹围本身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也蛮尤其在2021年肖老师过世之后，直接影响到的我们一个问题是法律这一块，就是肖老师他离开之后，因为他的家人几乎都不在台湾，就是那变成是我们必须要跟他的家属去协商有关处理继承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先能够取得使用权，我们才有办法再协助家属去处理这批档案的整理。所以在法律这一块，其实在2022年之后，是我们密切开始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包括说，竹围过去从1995年那个时候一定不会跟艺术家签授权书，那所以当时候所留下来的很多档案，就是包括说到树莓坑溪等等，其实有很多计划都不是透过用授权的方式，然后而是当时候的一个互信合作。可是到了这个阶段开始去整理档案，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然后去做到一个比较就是善良意图的公开使用，然后我们不是要做盈利用途，但是这个部分就有很多法律上的一些技术需要再进一步去考量。然后再来，刚才俊宏老师所提到的纪录片，也是我们有一点点技术上的，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支国美馆的纪录片，将肖老师过去他自己拍摄的一些创作的录像，或者是甚至呢，本来有一个要放进去是他参与争取华山这个空间的影像，就是可以放到纪录片里面来。所以我们一部分呢，就是让纪录片这支纪录片可以结合到竹围过去的档案，肖老师过去自己的档案，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竹围工作室的招牌要从原本的园区卸除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肖老师过世的周年，我们回到梅树下一起去悼念的这个部分，我们都透过纪录片的这个跟拍摄团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合作，然后请他们可以协助的去因为纪录片是2024年，那它距离我们离开那个空间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它也协助我们去记录说，在
为竹围收尾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事件，就是招牌卸下，然后还有我们跟肖老师告别的这些事情。那包括在另外一个部分是肖老师的藏品捐赠，是跟北美馆这边合作，因为肖老师他也是一位收藏家，然后他收藏了就是每一个世代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那40年来也累积了很多，所以他其中一部分的展品呢，就是藏品捐赠给北美馆，并且肖老师他在规划这个捐赠的时候，因为这是他生前就规划的捐赠，那他规划的时候呢，他也期待北美馆这边可以邀请新世代的策展人，然后重新去看待他所收藏的各个世代的艺术品，然后可以有新的展出或呈现。那老师是原本的期待是这样子，对。那对于竹围的这个空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保存。那后来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试着用 VR 的方式，把竹围工作室的艺术家签名墙的那个餐厅的空间，然后还有梅树下的这个空间，然后还有肖老师他所展出的一个作品，试着用 VR 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那但是下一步这个 VR 的扫描成果，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去发展，就是更多的再利用，我们也还在思考当中。对，那最后一个是就是树莓坑溪的案例，就是以树莓坑溪来说，刚才我们试着想要让它可以避免就是进到档案馆就死掉的这个状态，我们是试着透过进到参与到这个全宗架构，就是档案学全宗架构的筹备过程，然后跟讨论过程，让我们的观点可以进入到不是只有由外部研究者的角度来切入理解这个档案，而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内部参与者的角度去补充，让这个架构它可以更接近真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想要去尝试，因为我们希望说档案它不是只是保存的一种方法，它也是一种可以延续机构价值，然后还有跟社群对话的一个艺术实践。好，以上的面。那我就稍微刚刚有提到的这本书，我稍微展示给大家看。这就是刚刚说，就是前年我跟陈考在、陈孝琪一起去跑了好几个艺术空间，那时候编辑的。那其实这整本书，好，谢谢。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跑了就是6个艺术空间。然后那时候是做电影的放映会嘛，那其实是他挑，因为我们2个人背景其实很不一样。我本来是学美术的，然后陈考在他本来是在戏剧系，那所以其实他挑了3个空间，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然后我挑了3个空间，他也都没有去过。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会称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是叫做共同编辑。这个共同编辑就是说，因为2个人其实擅长的事板就不一样。然后，所以在这个共同编辑的时候，其实它就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然后，其实这整本书大部分的篇幅呢，还是留给了就是去介绍这6个空间。就我们用10个很简单的问题，想说是设定给从来没有去过这些空间的人，他好像可以透过这10个问题，很简单的去理解这些空间的一些在这5年可能经历的一些发展历程。那时候会设定是5年，是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些跟一些我们自己年纪比较相仿的空间去做对话，然后也刚好这些空间那时候这个成立的时间，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经历过疫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也记录到了一些他们在疫情的时候怎么去回应那个独立收空间的这个生存或者说开放的问题。然后我特别描述2张图像是，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隐约的分工，是我觉得陈孝琪他为这本书其实注入的是比较多是文字的灵魂，然后我这部分其实负责的比较多是一种图像的编辑。然后其实，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也刚好是酸屋决定要退出实体空间，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带着一个行李箱，然后去酸屋，其实就是去帮忙搬家，但是地上就散落了很多各种带不走的东西，然后我就把酸屋过去曾经我在那个空间里面找到的各种出版品纸本，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然后拍下这张照片，就是想说酸屋要去旅行了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我们找了，我觉得这种不论是回顾或是介绍，很多时候其实它能承载的内容是稍微会比较正向的。我们好像真的很难去谈一些冲突或者是受伤的部分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找了一个曾经有在艺术空间工作的朋友，他画了一个图像诗，然后这个诗其实里面就是在描述着可能关于常常我们都是去住到一些很破烂的房子啊，我们一直在修房子，修修补补，然后人之间的冲突，怎么面对人的离去，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的一个架构，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去年我们受到了一个京都的画的邀请，然后那时候他本来是希望就是我们用这本去到京都展览，可是因为整本书其实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制作一个完全没有文字的版本。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去采访这些空间的时候，其实有拍了大量的拍立得，就是在类似像这样。然后我们在制作，我们想说要做一个改版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把文字全部都去掉，我们做一个影像的版本，所以这本它会比较像是一个摄影集。然后其实我们是把当时在其他空间拍的这些拍立得，结合了就是酸屋跟天台过去10年的照片，然后直接去做一个叠合。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因为我们不太是，我觉得刚好这2本书其实呈现了2个很不一样的在面对这些档案的方式，就是一个是带有一种比较研究目的的方式，然后去进行记录跟采集。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带入了更多是我们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去拜访这些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曾经想做的事，然后没有做，但在其他空间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然后发生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影像用一种很直觉的方式去做一个对照。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2个比较有趣的可以分享的是，我觉得过去很多的关于空间的出版品，它其实是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可是其实我们在做这本，然后那些文字描述可能会来自于艺术的评论，可能会来自于对这个空间长期的关注者，或是空间的这个主理人。但其实我们做完这本书之后，其实它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其实观众他不见得可以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今天，孝琪他在上一场的演出，其实某方面是在回应这样的一件事，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它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同样一张照片，其实我们提供给了酸屋的其他成员的时候，它其实会描述出完全不一样的内容。然后其实这是我们未来也试着想要发展的一种形态的记录。然后我快速翻阅一下给大家。然后其实这整本书就是前面是从酸屋开始，后面是从天台开始，然后这中间就是2个空间的记忆就是交叠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关于这个档案的活用，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共同编辑，其实有在今年就是有试着想要做一个计划，就是说我的工作室其实它有一个图书馆，那我们想要把它从一个私人的聚会所，把它转换变成一个共同的工作空间。那这个工作空间会希望说，我们会邀请一些艺文的工作者或是艺术家，他们把他们平常自己累积的档案资料带来。它可能是不用被整理过的，也就是我们其实是带来一起整理，然后一起讨论，然后以及在现场把这个东西开放出来给其他的工作者去把它制作成可能是出版品或是小志。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共同编辑的一种想象，就是我们希望它本身是开放的，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做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的一种责任。
那个回应那个子健的问题就是我是看到一个还算蛮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这大概6、7年来，在那个北部跟南部的艺术大学服务嘛，其实我看到越来越明显的现况，就是说，在年轻的创作研究者非常依赖档案，非常依赖。那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就是说，其实让我回想到我过去在求学阶段，在那个南医的博士班嘛，然后那个时候很奇怪就是几乎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办那个所谓的这种亚洲博士生的论坛，那很多亚洲的博士生，像韩国、日本，我那时候遇到的啦，几乎在视觉艺术类，几乎一开始就写录像或者打档。然后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南艺大不过是住在一个偏僻的水库旁边，我们可能1年的生活就不会超过那个范围20公里，差不多是这样，顶多到台南这样。可是我们都在写1万多公里以外的人，然后死去很久的人。那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未来的世代，因为我大概就是看到这个趋势未来的世代势必会越来越依赖档案。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就是说，那谁来写档案？我觉得这个是档案的幽灵的。档案的幽灵的意思是说，让我回想起2年前，应该是2022年，在那个新北美术馆在筹备的时候，有一场论坛，关于90年代的前卫艺术嘛。那时候我也有参加。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介绍当时我在那个大学求学阶段很多震撼我的学长的创作，可是他们今天都不在，不是不在，就是不在艺术圈。我记得像邱学盟啊，或者说像余一栋这些可能大家大概很少人听过。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些很精彩的创作，今天都几乎是看不到，除非我们过去看过。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档案排除的效果？也就是说，年轻世代他要做研究，做90年代的研究，他一定找不到这些人的。那这些人可能是80%。所以我觉得档案的精神，还有像我在南部，我们常常去旗津、大林埔那种被工业区包围的。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简直你用素人2个字是羞辱他根本就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创作者，可是他自己不是体制的创作者，那这些到底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说档案它背负着的是一个不是挑选，而是一种比较公平的精神，那我觉得也许，也就是说。这些根本不可能被写入档案的这种创作者，还有不成功的创作者、失败的创作者，难道他们都不重要吗？这个是我想提出的问题谢谢。我们最后有几分钟时间，希望听听在座各位有谁想发言的先发各位。好，几位老师大家好。那我的专长并不是在艺术领域那我的专长就是档案学者那所以呢，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几位就是艺术工作者然后呢能够去学习。那刚刚在听到很多的一些分享跟回应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非常的好奇，而且有很多事情跟我过去的经验其实是完全的贴合像张世仁老师有提到，就是呢，我们有时候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一个终端，那更重要的东西，它其实在过程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所以呢，我现在在看到很多像我加入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我会发现到大家在收藏这些摄影家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只收作品。但是这个摄影家他在创作过程里面，他是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参考了哪些资料，然后呢他在把这些照片给洗出成底片的时候，它的印样是什么样子，大家其实不会去搜。那不会去搜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到底典藏这些档案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档案，进一步的去更深入的认识作者他的思维与脉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认同张世仁老师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作品有时候不见得它是最重要的，其实呢，在过程的档案它反而是更重要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刚刚在仔细听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老师讲到档案化或者是再档案化的这件事情。那档案化跟再档案化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我过去所学的档案学里面，它其实告诉我，所谓的档案化的这件事情，指的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哪些东西它是有价值而予以保存，没有价值的予以销毁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要问问看，就是世仁老师在过去所处理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你一模一样，历经过这个 COVID-19， 很多人他都会找我说，这个吴老师，你可不可以到我的老师过世了，然后帮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些东西何去何从？我们到了现场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包山包含的东西，但是在成本考量下面，我们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带回去。所以呢，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世仁老师你在面对这种东西太大量的时候的价值判断，那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样去？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啦，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遗物整理师。世仁，你有1分钟时间。我会觉得可以留就先留下来，因为我们的判断永远是我们的判断，我们的问题意识跟我们兴趣永远局限在我们此时当下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常常觉得档案有点像是。以前大家不会叫档案啦，就是资料啦，要不要留资料？这个老先生很会留资料，资料留那么多，然后对家人，有些家人来说就是一堆垃圾，然后人过世以后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办？然后就是废纸回收，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他旧书店，因为我有那个在做旧书店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说他知道我在做黄华城展，然后有一次神秘兮兮跟我说，嘿，我有黄华城这个60年代初期黑白展的一个手稿。我说怎么可能？我就不太相信，我就说你吹牛吧。他说我找到我就给你讲。后来他真的找到，也是真的。我问他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他就说我把它放在这个回收的时候，他们会做垃圾回收，然后他们收旧货的人会去收废纸，收废纸以后他再把它挑出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判断，我只能说能够先多收就先多收吧。非常感谢你们，我们这个环节的时间到了，谢谢。